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可乐财经，一个关于投资理财的频道。今天要聊的话题是 Beyond Meat 假肉公司的股票分析。老林先声明，我并不是一名素食主义者，但我会以中立的角度来分析这家公司的。借用 Uncle Roger 的一句话 ，Vegetable tastes like sad anyway。那这家公司能不能给大家带来吃肉的快乐呢？首先，我们来看看 Beyond Meat 这家公司的历史与理念。Beyond Meat 成立于2009年，它的使命是改变消费者在食品零售和餐饮服务渠道中吃肉的方式。公司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 El Segundo， 该公司有着最先进的创新中心。该公司使用源自植物的蛋白质，用来生产类似于牛肉、猪肉和鸡肉的假肉，目的是创造尽可能接近真肉的感官体验。公司的使命就是吃你爱吃的食物，其目标是改善人类健康，对气候变化产生积极的影响，解决全球资源限制以及改善动物福利。改善气候变化是人类目前最重要的议题之一，许多公司都开始强调这一点，包括新能源汽车，甚至是苹果的插座，以及其他的投资机构等等。让我们来以科学的角度来看一看假肉如何能够改善气候变化。畜牧业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比汽车、卡车、火车、轮船和飞机加起来还要多，所以这意味着养一头牛其实需要花很多地球上的资源。如果我们拿牛肉饼和花生三明治来比较，它们所产生的蛋白质和卡路里相同。牛肉饼能够让我吃上一周，但三明治会持续1年以上，那是因为它是一种更有效的能量转移方法。之后我们看看拥有 Beyond Meat 的大机构。目前大机构拥有大约 35% 的 Beyond Meat 公司股份，这10大机构就占据大约 30%， 相比去年增加了许多。所以可以说大机构也都看好这家公司，所以风险会相对较低。那假肉这个市场谁是领导者？最近来看，假肉的销售额继续增长，超越了新鲜的肉类，同比增长约 25%。 相比之下，新鲜的肉类只增长了 13%。 在市场份额方面，与上个月相比， Beyond Meat 的市场份额增长了约50个基点，而 Impossible 的市场份额下降了约10个基点。我还注意到，这是7月以来 Beyond Meat 的市场份额首次出现环比增长。尽管该公司在食品零售渠道方面的竞争持续，但我仍然对该公司的餐饮服务在未来的1年内恢复感到乐观。那在最新财报中，该公司第4季度的业绩低于预期，而且我们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指导。该公司的销售额增长了 3.5%， 相对于华尔街预期的 5% 增长率低了许多。每股亏损为 0.34 美元，每股的亏损也低于预期。这是由于产量下降所导致的固定成本的吸收减弱。由于餐饮服务的地点仍然关闭，以及 Beyond Meat 于3月底开始减轻消费者的食品储藏量，销售额仍然面对着巨大的压力。该公司的 CFO 将于5月离开， Impossible 正在降低其零售价格。在餐饮业和零售业中，基于植物的蛋白质竞争异常的激烈。 Seth Godin 于2020年初离开了首席执行官的席位，出售了他的股票，而现任的首席执行官 Ethan Brown 似乎在低估2021年的增长预期，并且希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后实现真正的盈利能力。管理层并没有暴露太多 Beyond Meat 的合作细节，但是资本支出 Capex 的需求仍然非常高。然后我们来看看要了解 Beyond Meat 这家公司所要知道的几个重点。在销售方面，近年来 Beyond Meat 一直维持着强劲的复合增长率。从2017年到2020年，其销售的复合增长率为 132%。 这是因为它扩大了在食品服务和食品零售渠道中的业务，
并受益于消费者更偏向健康、可持续的蛋白质来源的转变。但是这种增长也正在面临着压力，例如容量限制，因为疫情所导致的食品服务地点的关闭，其核心竞争对手的竞争压力正在增加，还有其他的商家正在涉足进入假肉这个领域。第二个方面所要关注的就是利润率。Beyond Meat 将在未来的几年继续降低价格，目标是达到2023年与至少一种形式的动物蛋白达到同等的价格，但是这可能会牺牲毛利率。不过 Beyond Meat 仍然继续以 35% 左右的毛利率为目标。该公司公布2020年全年的毛利率大约为 33%， 低于2019年的 34%和2020年第一季度的高点 39%， 因为该公司需要通过促销来增加销量。我们所要了解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资本支出。由于该公司将继续的投资品牌知名度、研发、能力扩展和大规模的国际增长，因此在未来的几年内，广告以及资本支出的水平将会提高。分析师预计该公司将在2021年将约 25% 的销售来支出，以及2022年将约 20% 的销售用于支出。越高的资本支出虽然代表着越高的收入成长，但是在利率提高的情况下，借钱的成本提高，有可能带来债务上压力的风险。第四，我们需要了解餐饮服务方面。我相信 Beyond Meat 在未来的几年将继续的快速增长。我相信该公司与麦当劳和 Yum 的新合作伙伴关系，意味着这些合作伙伴都看好假肉这个领域，以及把 Beyond Meat 看作为假肉品牌的龙头。麦当劳以及 Yum 都是餐饮服务行业的全球规模参与者，他们的合作伙伴关系可以为 Beyond Meat 未来几年的增长作为重要的推动力。提到合作伙伴，最近 Beyond Meat 所宣布与百事可乐的合作伙伴关系显示，该品牌有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展到高增长的零食类别领域，这可能是以后该公司强劲的增长动力之一。在了解了这5个方面，我们也要了解这家公司所面临的风险，那就是第一，随着假肉市场的竞争逐渐的加剧， Beyond Meat 可能会失去市场的份额。第二，与疫情相关的餐饮服务阻力持续的时间比预期的长。第三， Beyond Meat 所宣布的合作伙伴关系并没有加快产品的销售。Beyond Meat 的创新中心目的是以较低的成本来生产出让消费者满意的假肉产品。假肉领域的全球化，加上零售和餐饮服务的增长，以及拥有龙头地位的合作伙伴的加持，我相信 Beyond Meat 很可能会超越分析师所给出的目标价格。那最后我们来看看我个人对于 Beyond Meat 的交易策略。股票名称 Beyond Meat， 股票代码 BYND， 目前的价格为138美元，而分析师所给出的目标价格大约为180美元。我建议的买入价格介于120到135美元之间。在了解了假肉对环境的好处，加上是一种更有效率的能量转换方式，以科学的角度，如果假肉与真肉的体验并不会差太远， Beyond Meat 这家公司应该拥有强劲的增长潜力。我认为可以现在买入并长期持有。那你吃过假肉吗？你会不会考虑投资 Beyond Meat？ 请留言下方让我知道。好了，这集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大家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。